It's coaching session。好，那你有把讲义下载下来，或是把它印出来吗？因为我们会在讲义上面做记录。没有下来。下课了。好，刚刚有2位学生吃了一颗喉糖有点超时，但是教课这件事情，超时是很正常的嘛。好，那我在想，差不多要去运动一下。那 OK。那刚刚在运动的时候呢，在这个滑手机休息时间1分钟就会滑手机，然后看了一下 Threads， 然后在 Threads 上面看到很多人在讨论一件事，就有一间台湾的这个设计工作室在争这个 Junior Designer， 他开的薪资是我记得是台币3万块吧，然后就有很多人在分享转 po， 然后说台湾设计师的这个价格怎么会只有起薪这么低呢？等等的。其实要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说以 Junior 来说，全世界几乎都是起薪起跳。哪怕我今天在纽约，就很多的这个，如果你只会做图，然后你没有办法做出很好的成果的话，的确你还在学习，需要被栽培的情况下的话，你就是一个基本起薪。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没什么好抱怨的如果你很厉害的话，你也不会去抱怨这个价格了，因为它离你很远嘛。所以希望我们都可以成为那个已经离这一种低价数字很远的人。其实很多时候，因为我自己也常常在做发包的动作嘛，因为有时候真的自己忙不过来，然后因为我的预算也不是很高所以我发包都是发包一些简单的事情。但是我会建议，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有转 po 那篇贴文，然后可能去骂台湾的设计环境然后说为什么只值基本薪资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当一次发包的那个人看看。我跟你讲，不是环境烂，是大部分的人都很烂。你发包一次，你去看所谓的烂是哪一种烂呢？例如说我之前自己的经验，色号会打错，页码会打错，然后该写的字写不清楚，该检查的文字不检查，然后甚至客户交过来的这一种JPG， 然后像素特别低，他也不讲，直接拿来用。然后客户在印刷的时候才跑回来跟我讲，因为专案是我负责。然后有一次我就觉得这种应该不会犯什么低级的错误，就是排版一下而已。结果用下去了，然后客户就跑回来跟我讲说，以后有这种情况你要跟我讲。那你不能跟我讲说客户就应该要知道这种事情人家是客户，人家付你钱就是为了要让你把关嘛。那我觉得我自己也有错就是我没有做最后的过目但是你想这种事情，学校老师不应该都有教吗？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你就直接用上去了。然后最后我跟那个外包的人讲，然后那个外包的人就说，我想说客户给我用什么我就用什么啦。就是我觉得这些事情真的是只有发包过的人才会懂，就是光是基本不要乱搞，然后不要随便的人都很难了。而且不要随便这件事情应该是最基本的出来工作是最基本的不要把事情搞砸，就这样跟创意什么都没有关系，就是把该做的事情做好，不要弄错细心一点，就这样。但是大部分的人都做不到。你觉得大家的薪水都应该要6、7万块、7、8万块吗？当然一定会有人是在就是真的需要学习3万多块的区间。看过他的这个工作内容了，其实他有讲就你不需要到非常熟练，你只要会用基本的，我这边会栽培你。而且现在都是一个外包的时代了我有看到有另外一位设计师说，现在是大外包时代。那有人愿意每个月花几万块去聘请一个人，其实已经很不错了他其实那些事情他是可以直接外包出去的外包出去说不定还不需要花到3万块但是我觉得啦，他有他的考量，就是他栽培一个人，未来也可以成为他团队的战力。他的薪水会涨嘛？等你越来越厉害，一定会涨的。不同的程度的人有值得不同程度的收入，你不可能出来找工作，每个人也都4、5万块而且我觉得很合理啦。其实你只要没有违法什么东西的，没什么好吵的嘛，对不对？你不如自己赚多一点 ，right？
其实这一些想法呢，也只是觉得，其实大家在做设计这个领域，加上这个时代，其实都很不容易啦。不管是招人的还是应征的，其实大家都会有不同的标准，然后大家也都很辛苦。那我觉得不如共好嘛，把一些比较低阶的机会给需要学习的人，我们就 focus 在自己的成长上面就好。你知道我现在在干嘛吗？今天不是开卖这一个Readymade 直觉架站平面设计师的网页设计课。那开卖了之后呢，发现其实它有个开卖额度，然后我是卖一个超早鸟价是3680，那原价会是7980。然后那几天我大概也只卖5天吧，然后没有想到就是大家这么踊跃，然后现在其实要突破了这个收款的这个金额，也就是说，因为我用的这个平台它有这个收款限制，光是超早鸟这个试卖，其实我把它当做试卖，但是就已经快要突破那个，在1-2个人买它就突破那个就是收款的额度了，所以就会变成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让人买，新的学生就会付款失败。那我现在就在处理这个问题。那我用的平台是 Teachify， 那 Teachify 开课快手。刚开始其实我觉得，这种套版的东西可能做得没有那么完善，但后来其实蛮讶异的是，他们的客服，然后跟后台的系统，其实用起来的体验真的还蛮不错的。对，所以我觉得它可以让我很快的真的去把我的课程上架，然后卖出去，然后一切都是蛮便捷的。那如果说你没有需要什么太复杂的功能的话，其实我觉得 Teachify 是一个，尤其是你刚开始像我一样，如果是第一次卖线上课程什么的，那我觉得蛮适合用这个 Teachify 的。对，现在最近就在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同时要搞客户的专案，还有现在教学期已经开始了，所以那个 coaching 的部分，就是教练课的部分也正在进行。很多事情要做，好想放假。也要分享一下这个东西。这阵子其实买了这个 DJI 的这个小小的麦克风，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好，可以看到这里面其实接收器现在已经装在这个相机上面了，那里面有个接收器，然后跟2个，我是买这样2个一组的。那我就觉得说，就算我只有1个人在用，我1个没电之后，我可以拿另外1个来当做麦克风在使用。也就是说，我一次有2个麦克风，1个没电我就换1个。那当然，你也可以拿来做采访使用就例如说你要接访或者说你跟朋友讲话什么东西，你带着这一盒真的很小，然后你看这么小。而且我其实比较喜欢这个是 DJI Mic Mini， 但是我记得它还有更大的一款，但是我有去比较一下他们的声音我自己因为以前是做音乐的，然后我又做 podcast， 所以我对于这声音是特别敏感。那我觉得这个大小呢，好处在于它的声音是比较没有那么，我觉得 artificial 的意思就是说人工化，有点像是优化过的这样子，会听起来假假的。那另外一款呢，它是高频比较立体一点，比较多，但是你很听得出来，它就是感觉是故意去优化它的。那我就觉得好像稍微会有一点刺耳。那因为我本来就做音乐，或者说懂 EQ compressor 那些东西，那我知道怎么样去优化它，所以我宁愿我的声音是比较多一点，比较刚刚好，比较中性一点，然后低频足够这样子，然后我在后续可以用，例如说 EQ 稍微去增加一点 high frequency 这样子做多一点，然后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推，这是我第一次买麦克风，然后我没有想到小小一颗，而且重点是它放很远，收音就已经很干净了。我相信现在收音应该是还不错，然后反而是你放近的时候可能会有点爆，但是你放远一点，所以你有时候我上次收是把它夹在这个帽子上面，然后它后面还有个吸铁。这不是业配没有人要找我业配但后面有个吸铁，它可以让你这样子，我示范一下。你就吸在这边了，然后你就小小的，有没有？它还有出白色，但是我自己比较常穿黑色的衣服，我习惯这种器材都买黑的。你看，它就是放在这边之后，那一个收音都还是很清楚，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麦克风真的是非常不错，那很推荐。但唯一要小心的是，就是有时候这个吸铁因为要拿下来嘛，你要真的伸进去好好拿着它，因为它真的很小很小一片。这个是它的这个吸铁，然后这是后面这个。当然你也可以用夹的啦，这里有个夹子，它结构上是有个夹子，你可以把它夹在衣领，但是我觉得把它吸在这边感觉比较美观一点。对，那你也可以这样手拿着手拿着就是真的是小小的，非常小，然后
I don't know. I just really recommend it.水饺。